目前，以苹果公司为首的许多外资企业正准备逐步撤出印度，将一些基础性的工厂转移回中国境内。这被许多人看作是外资对印度政府无理举措的一种抵抗。有分析人士就悲观地认为，这一轮冲击或许会造成印度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倒退20年。那么，印度究竟是如何惨遭美国收割的呢？各大外资企业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选择逃离印度，回到中国呢？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未来又有没有变好的可能性呢？众所周知，的一击。然而，这一切似乎也是印度政府自己所种下的恶果。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由于近几年苹果公司执行去风险化的产业转移政策，大量的苹果手机组装工厂被转移到了印度境内。但这种去风险化的措施很快就为苹果公司自身招来了新的风险。有苹果公司的负责人近日就告诉媒体，由于印度工厂的工人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无法完成高精度的工作，这也导致印度工厂组装出来的 iPhone 15和其他系列的 iPhone 手机遭到了大量的投诉和退订，这也给苹果公司的运营造成了直接性的损失。同时，印度政府也趁着苹果公司等外资企业迁入印度的时机，开始向这些外资企业狮子大开口。也就是说，这些外资企业不仅要忍受着印度工人糟糕的工作成果，还要忍受着印度政府对他们的巧取豪夺，甚至是敲诈勒索。对于这样的情况，这些外资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早就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果然，当越来越多的外资管理人员开始抱怨印度的投资环境之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许多外资企业就不得不选择撤离印度市场。而这些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将下一个目的地定在了中国境内。因为综合考量和比较一番之后，人们就会发现，中国不仅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人口，同时也有着大量鼓励外商投资的政府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绝不会像印度政府一样，在外资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对企业内部的事务横加干涉，甚至在一些领域故意给外资企业设置门槛，索求贿赂。特别是中国市场本身还拥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大量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士也自发地成为了这些外资品牌的客户人群。而这样的现象在印度则非常罕见。这样的现象让外资企业对中国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依赖感，同时也让一些外资企业看到了印度和中国之间最为真实的经济差距。尤其是对苹果等一些将企业由中国迁往印度的外资公司来说，这几年在印度市场的遭遇总算让他明白了中国市场的可贵之处。而当看清楚事实之后，他们离开印度市场的动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这些外资纷纷撤离了印度市场之后，印度经济可谓是遭到了釜底抽薪一般的一击。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将会迎来大批具有活力的新鲜血液。这正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对外招商引资所结出的硕果。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做得足够好，即便是外资短暂的离开了中国市场，他们迟早有一天还是会回来的。
但在遭遇收割和外资集体撤离的情况下，印度经济的处境就不太妙了。有分析人士在观察了印度经济的局势之后，就用一种极其悲观的语态表示，或许未来印度经济发展水平将会因为印度目前遭受的种种打击而直接倒退20年。当前印度经济的遭遇可谓是相当严峻的，一方面他们必须要顶住来自美国的金融收割，而另一方面印度政府也必须承受外资集体撤离印度给印度经济带来的直接冲击，一切仿佛都回到了最原始的状态。近10几年来，印度的人口一直在不断的上涨，但印度民众的生活水平始终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改善，这使得印度市场对很多国际大品牌都失去了吸引力。作为一个和中国一样拥有14亿人口的市场，印度市场就远没有中国市场那么受人欢迎。等到今天，印度遭遇内外交困的局面时，这种人口众多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局面，更是成为了压垮印度的最后一根稻草。如今，印度底层社会当中，青年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很多印度青年在读完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完全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辛辛苦苦读了10几年书之后，他们只能被迫回去继续从事父辈所从事的职业。再加上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收割，使得印度国内某些商品的价格迅速上涨，这使得那些受过一些教育的印度民众也无法负担沉重的生活压力。久而久之，印度的经济就陷入了一片死循环的局面当中。而另一方面，印度的社会矛盾也变得空前尖锐，各种匪夷所思的案件在印度社会中层出不穷。这一切都是普通印度民众对于政府糟糕经济政策的一种反应，但印度政府却选择对此视而不见。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下直接倒退20年。这样的话虽然有些夸张，但还是有一些依据的。至少在目前，人们看不见印度莫迪政府为了改变现状做出的任何努力。2014年，莫迪上任印度总理时，人们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不少人都希望莫迪能够将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奇迹复制到整个印度境内。可莫迪如今已经当政10年了，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但没有变好，反而变得越来越糟糕。即便经历了几10年的经济发展，印度到头来还是只能够成为西方资本家们餐桌上的一道硬菜。无论是印度政府、印度企业还是印度人民，都没有参与饭局的实力。造成当前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同样也是令人感到触目惊心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如果不以政治领域的改革作为基础条件，将很有可能会面临止步不前，甚至是一地鸡毛的结局。只可惜，印度政界和商界的某些人士至今也没能明白这方面的道理，这致使整个国家依然沉浸在一种极其落后的氛围之下。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大幅度波动，也就不足为奇了。莫迪注定不是拯救印度经济的那个人，未来印度政坛当中恐怕也不会出现一个能够帮助印度经济力挽狂澜的人。要想让印度的经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与腾飞，还是要靠印度人民自己去探索前方的道路。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印度人民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然而，这一切对于印度这个国家而言，似乎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们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远到令人难以想象。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却不会因此而停下。如果未来印度再不做出改变，那么或许会随着时代发展的浪潮，逐渐退出世界经济的第一梯队，甚至会直接在现实的面前被冲击得七零八落。2014年的印度独立日到来之际，印度国内却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妇女游行活动。只见无数的印度妇女高举着夺回黑夜的标语，行走于大街小巷，她们的眼中更充满了愤怒的神色。与国内的混乱相比，印度在国际上却显得格外吃得开。尤其在美国的战略里，始终将印度作为自己的朋友，更是制衡中国的利器。但美国对印度做出的这种判断，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判。正是因为美国对印度做出的这种误判，使得整个美西方都落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甚至可以说，美国对印度做出的战略误判，从客观上加剧了自身衰落的速度。提到印度，绝大多数人的头脑当中一定都会联想到糟糕的种姓制度。印度国内经常发生因为种姓制度而造成的社会恶性案件，更是有人因此死于非命。可见种姓制度给印度社会带来的毒害究竟有多大。相比于男性，印度妇女的地位在种姓制度的文化之下显得更为低贱。直到今天，印度妇女的权益依然很难得到保障。2024年，印度独立日到来之前，印度多个城市的妇女就通过上街游行的方式向政府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不满情绪。
长期以来，印度妇女的权益都被忽视，甚至群体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发生在2012年的印度黑公交轮奸案可谓是震惊世界，几名嫌犯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奸杀了一名女大学生。但这几名嫌犯在被警方逮捕之后，却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正因为这种龌龊的思想在印度社会内部很有市场，如今在印度的很多城市里，妇女都是不会在夜间单独上街的。这种糟糕的情况屡次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但印度政府却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印度的精英阶层接受着西化的教育，并与欧美的精英人士来往密切，仿佛他们与底层的印度百姓并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中。也正是因为印度精英阶层的这种表现，印度政府似乎也获得了西方各国的认可。于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机器的话术体系中，印度这个以暴力和犯罪而闻名于世界的国家，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美西方对印度做出的这种判断，本质上是一种严重的误判。现如今，随着印度的负面新闻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媒体的视野之中，美国也正在为他们对印度做出的误判付出代价。美国的对应战略还要从冷战时期说起，但与很多人想象当中的情况并不一样。在整个美苏冷战的历史时期内，美国一直都将印度当成南亚地区的敌对因素之一。因为在印度国父尼赫鲁的领导下，印度从英国的殖民体系中独立出来以后，就开始大力发展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在苏联和印度外交关系总体稳定的情况下，美国人根本挖不动墙角。甚至在冷战时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拉拢印度，还亲自批准文件，让苏联给予尼赫鲁政府大量的援助。印度也在其国家宪法的条文当中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字样，这些情况都让美国感到相当难堪。所以在冷战时期，美国选择扶持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空军也是在美国的帮助下于冷战时期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但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印度政府非常灵活地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站位，而对于美国来说，印度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美国能够在冷战结束之后顺利将印度拉拢到自己所领导的阵营当中，对于美国来说，影响将会是极其积极的。而且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人口超过了10亿的大国，大量的青壮年人口随时都可以变成工厂当中的劳动力，这让印度政府瞬间具备了可以被美西方阵营拉拢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出于美国自身印太战略的需要，美国很快就开始重视起了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印度在美西方媒体的口中很快就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大批的美国企业更是将自家的生产线和工厂成批转移到印度，以便先一步获取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加上后来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和威胁，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当然就对美国产生了更大的价值。这个时候，拉拢印度对美国来说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因此，人们可以看到，进入新世纪后，从美国总统到普通的美国政客，都对印度表现出了一种和善的态度。这样做就是想让印度在美国的生态战略中替美国充当围困中国的棋子。2020年2月，特朗普不顾庞杂的国内事务，对印度展开了所谓的友好访问。2021年，拜登政府又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序列。美国为了拉拢印度展现出的急切心态，也因此暴露无遗。但不管美国如何宣扬印度的好，都无法掩盖印度本身的混乱。恰恰由于美国对印度的关注，很多西方媒体也将目光投射到了印度社会的负面新闻上，所以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景象：西方媒体一边鼓吹印度是所谓的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但印度又同时存在着各种各样极其恶劣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些社会问题让人根本看不到获得解决的希望。直到这一刻，人们才意识到，美国先前对印度释放的善意信号，仿佛是给他们自己挖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坑。如果美国非要强调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所谓友好关系，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回答几个问题：印度如此糟糕，美国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地宣传印度的正面形象呢？美国政客们口口声声所说的民主制度，是不是也如同西方媒体的宣传话术一样无比虚伪呢？时间进入新世纪之后，美国成为了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这也让一些美国的政治人物产生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错误思维。美军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行动开始变得愈发无耻和疯狂，这样的做派本身就让美国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不断下滑。当人们联想到美国对印度做出的误判之后，也不得不更加怀疑美国宣扬的价值观。如果说美国真的在乎妇女权益，那美国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对印度妇女的悲惨遭遇视而不见呢？如果美国真的注重公平，美国又为什么不去关心印度底层平民百姓的凄苦生活呢？
除了印度的糟糕表现之外，当今的美国更是无法解释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直被美国描述成重大威胁的中国，反而发展得越来越好？中国和印度的人口都超过了14亿，但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却明显高于印度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明晃晃的现实面前，美国对印度的宣传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对于美国想要极力拉拢的印度来说，自冷战时期开始，他们就在国际政治局势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自主性。即便是在当年与苏联密切相处的情况下，印度依然成为了不解正是每一个国家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中发挥的作用。美国在过去为了打压中国，不断抬高印度的做法，更是将自己逼入了绝境。一旦全世界都对美国失去了信任，美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所谓世界秩序也将受到重大挑战。美利坚的最后一丝颜面，也将随着帝国大厦的崩塌荡然无存。